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大校3月10号还表示，澳军政高官出于一己政治私利，频频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宣扬所谓中国军事扩张，鼓噪在南海同中国抗衡，鼓吹结盟对抗中国等。我们要求澳方某些军政高官停止渲染炒作中国威胁，慎重处理涉台问题，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的事，不要一条道走到黑。近年来，美澳通过护身军刀系列演习演练两栖登陆作战、城市作战等内容。请教一下石先生，两国联演这些科目有怎样的用意？美澳护身军刀的演习科目实际上很多的，它包括海空作战，还有两栖作战、城市作战、后勤作战等等。那实际上它是一套完整的针对现代高强度传统战争的所设定的演习。那么我们看一下海空作战呢，就是首先要争夺制空权、制海权，只有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它才能谈得上后续的两栖作战，还有城市作战等等。所以它实际上是演习的科目非常多，针对性也是特别强。那就是如何让美澳一起联手，更好的去对中国进行围堵。那么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美澳护身军刀演习现在不仅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在一起进行演习，它还越来越多的邀请其他的国家一起参加演习。所以这个也就说明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是借着这个演习，它在不断的拉帮结伙。据报道，澳军日前已经将 P-8A 反潜巡逻机部署到了日本的冲绳加手纳基地，并多次前往东海开展抵近侦察活动。请教一下曹先生，作为域外国家的澳大利亚，为何跑到这里来搅局呢？它的这个反潜巡逻机调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就是利用美军在日本的基地或者是日本的这些基地呢，来为就是 P-8A 反潜巡逻机呢来进行起降，然后呢在搞演习的时候参加相关的演习进行反潜，所以对自己的这个应该说这种反潜巡逻机呢是一种检验，同时呢对自己的就是驾驭这种装备的人员也是一种培训。当然这里边可能有美国的因素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反潜巡逻机放到这个太平洋来，你可以为我们美国的这个所谓印太战略来服务，来加强就是可以说对一岛链这个方向的侦搜，这个呢既可以就是提高你的这个训练水平，又可以呢应该说达到美国的这种目的，就是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舰艇潜艇进行一种围堵。澳大利亚近来频频炒作所谓军机被中国军舰激光照射事件，然而事实证明，这根本就是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请教一下石先生，澳大利亚明知站不住脚，谎言一击就破，还要进行炒作的用意是什么呢？他就是炒作中国威胁论嘛。一呢是跟着美国学的。向美国表忠心，因为2020年2月份的时候，美国就炒作中国海军舰艇对于美国海军的 P-8A 反潜巡逻机进行激光照射，那当时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嘛。那你看看现在澳大利亚有样学样，完全是踏着美国的路在走嘛。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美澳军事同盟是在不断的加强。那第二个呢，是给澳大利亚增加军费进行扩军做这种舆论准备嘛。因为澳大利亚和美英结成了奥库斯联盟，美英给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让澳大利亚造8艘核潜艇，这个是天文数字的开销。而且澳大利亚还要建核潜艇基地，还要买美国的先进战机，那么所有这些林林总总加起来那开支是非常大的。所以澳大利亚就炒作中国威胁论，给澳大利亚塑造一个强大的对手，澳大利亚民众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对声音了吧。那第三个就是通过炒作中国威胁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再拉帮结派。那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它也是想在地区称霸的，它就是通过塑造这种紧张的局势，然后把周边的国家拉到自己的跟前，它也想在亚太地区当一当这个地区的霸主了。